好，大家好，我是小雷。今天视频我们来聊起来自巴伐利亚的骄傲——宝马摩托顶级巡航 K1006系列。这台摩托与本田精益一样，都是用的6缸发动机，只是本田精益用的是对置6缸，而宝马的 K1006用的是直列6缸发动机，并且据传也说这台6缸发动机是迄今为止摩托车系列中生产最紧凑的直列6缸发动机，更是最轻最窄的6缸发动机。并且这台发动机、这台摩托足以代表宝马在摩托车领域一个巅峰制作水平。说到巅峰制作，不得不提同级别的本田精益。其实宝马对标本田精益的是 K1006 GTL， 也就是 K1006 系列里顶配车型。同级别的还有 K1006B， 它对标的是本田精益 F6B。另外一台就是 K1006 GT 版。虽然 K1006 和本田精益都是各家旗舰顶级巡旅车型，也都是6缸发动机、铝制车架，包括双叉骨切断和单侧摇臂。但是宝马 K1006 它的油箱是26升，而精益是20升，并且 K1006 装备总重量是351公斤，而本田精益则要更重一些，376公斤，甚至轴距宝马更短一些，1.61米，而本田精益则有1.69米。从操控性来说，我觉得宝马会更好一些。虽然我没有骑过 K1006，但骑过精益。如果有 K1006 车主，我们可以探讨一下。最后的储物空间，宝马 K1006 也要比本田精益更大一些。所以这两台车型，本田精益应该属于纯粹的巡旅摩托，甚至有点类似于丰田埃尔法，而宝马 K1006 应该属于运动风格的巡航摩托。可能在一些弯道，包括颠簸路段，宝马通过性可能会更好一些。毕竟 K1006 它的原始车型就从街车演变而来，最早的 K 系列发布于1983年，它的代号是 K100。随后到1986年发布了 K100 LT， 这个代号 LT 就是 GT 版之前的一个型号。第二代车型发布于1991年是 K1100 LT， 第三代车型发布于1998年是 K172 LT， 第四代车型发布于2002年是 K172 GT， 第五代车型发布于2006年是 K172 GT， 这个是更新型号。第六代型号发布于2009年是 K173 GT， 第七代型号发布于2011年是 K1006 GT， 后期包括 GTL， 包括 K1006B。我们先从第一代 K100 LT 开始聊起。当年同时发布的包括 K100、K100RT、K100LT、K100RS 这些车型，在未来都会慢慢聊。当年这4台车都是用的液冷 987cc 4冲程卧式4缸发动机，每缸2个气门，最大马力8000转90匹，最大扭矩6000转86牛米，用的5速干式单板离合器轴传动。座椅高度810，整车装备总重量253公斤，油箱容量22升，0-100加速4.3秒，最高时速213公里每小时。这种卧式4缸主要是发动机位于摩托车右侧，但是曲轴、气缸盖、凸轮轴、喷油器包括火花塞都在左侧，所以当年这台车型有个外号叫大力飞砖。并且这种发动机都是变速箱直接连接法兰，连接到曲轴箱，主要的优点就是重心低，并且这种设计应该更紧凑一些。开个玩笑啊，很有仿本田的味道。先大家听一下发动机声浪。大家有没有感觉这个发动机声浪不输本田？后期 K 系列其实出了一台 K75， 是一台4冲程卧式3缸发动机，每缸2个气门，排量是740cc， 但是它分为 K75、K75RT、K75C、K75S， 包括 K75T， 唯独没有 K75LT， 所以这台卧式3缸 K75 我们就略过。大家想听声浪，我可以放一段。这台摩托之后，宝马推出过一台跑车，叫宝马 K11， 也是用的卧式直列4缸发动机，每缸4个气门，排量987cc。它属于跑车范围，在未来我们会聊。也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卧式4缸跑车声音。它的第二代型号就是宝马 K71 LT， 发动机升级为液冷 1092cc 4冲程卧式4缸发动机，每缸4个气门，最大马力7500转，爆发100匹，最大扭矩5500转，爆发107牛米，5速变速箱轴传动。整车装备总重量290公斤，油箱容量22升。当年最高时速206，相比上一代，除了马力、扭矩的提升，也增加了可调节风挡，包括可以选配加热手把、防盗报警、ABS， 包括摄影机、靠背。先大家听一下这一代发动机声浪。当年的 K171也分为 K171 LT， 包括 K171 RS。在这之后发布了 K172 LT， 用的是一台液冷 1172cc 卧式4缸发动机，每缸4个气门，最大马力降到了98匹，最大扭矩增到了115牛米，5速变速箱轴传动，装备总重量378公斤，当年最高时速198公里每小时。相比上一代增加了电动液压支架，包括整体造型看起来更加魁梧。
包括也增加了更新的 ABS 辅助等 CD 更换器，可调整座椅，包括倒车辅助，包括防风防雨的按键以及音响。除此以外，基本没有大的改变。先大家听一下发动机声浪。这一代 K72其实功能已经非常齐全，但是国内我的周边没有看见过大贸车，大部分都是水车，目前售价大概2万左右，或者比2万还低一些，所以大家喜欢看看就行了。在 K172 LT 之后更新的是 K172 GT， 也就是视频里这台车，它是一台液冷1157cc直列4缸发动机，每缸4个气门，最大马力9500转，爆发157匹，最大扭矩7750转，爆发130牛米，改为6速变速箱轴传动，座椅高度820，整车装备总重量249公斤，油箱容量24升。当年最高时速250公里左右。其实宝马所谓的 GT 属于运动型号的旅行车，这台 K172 GT 相比上一代增加了更先进的 ABS， 包括电子刹车片、定速巡航、有位显示器，包括车载计算机，以及防盗保护、加热座椅、加热手把、危险警告闪光灯，包括可调节的手刹和离合器拉杆，也有了诊断接口，包括可调节座椅，座椅可以从800调到840。同时，当年不仅有 K172 GT、K172 LT， 包括有 K172S、K172 RS， 包括 K172R， 这都属于 K 系列车型。先大家听一下发动机声浪。K172之后，2009年发布的是 K173 GT， 用的是一台液冷1298cc横向4缸发动机，每缸4个气门，最大马力达到173匹，最大扭矩140牛米，6速变速箱轴传动，整车装备总重量255公斤，油箱容量降到了19升，当年最高时速252公里每小时。相比上一代有更加出色的可选装的电子悬架，包括定速巡航、电动挡风、加热手把、加热座椅，加热座椅可以供骑手和乘客单独控制，同时优化了免维护的轴驱动。但是 ASC 包括 ABS 都是选装件，也有了可调节的座椅、车把、胎压控制、遥控的防盗报警、额外的电源插座，包括内置急救包。除此以外，基本没有大的改变。先大家听一下发动机声浪。K173 GT 之后发布的就是宝马 K106，我们刚说过分为宝马 K106 GTL 顶配，包括 K106 GT 和 K106B。从106开始用的就是液冷1649cc4冲程直列6缸发动机，每缸4个气门，最大马力7750转，爆发160匹，这个马力应该是降低了，最大扭矩5250转，爆发175牛米，马力降低增加了扭矩，用的6速变速箱，实时多片离合器轴传动，用的巧式助力车架承重发动机，它的整车高是1.46米，长是2.48米，宽度是1米。整车装备总重量348公斤，座椅高度750。相比上一代，增加了集成式的 ABS 动态静力控制，包括动态的 ESA 电子悬架调节，以及无级可调的电动舒适挡风玻璃、定速巡航、加热手把、加热座椅、可拆的顶箱、行李架，包括胎压监测、换挡辅助、一键点火、转向系统、中央锁定系统、可调的制动杆，包括离合器杆，包括倒车辅助3种骑行模式，分别为雨天模式、公路模式和动态模式，以及起步控制，包括自适应大灯。其实宝马 K106从豪华程度来讲，它一直就要比老款的本田精益好一些，不过新款的精益已经非常强。不过正因为宝马 K106有这么多的电子元件，导致它的油箱油量都是电子计算的，所以你实际上可能看见剩余里程还有200公里，但可能只可以跑10公里左右。不过对于我来说 ，K106所有的缺点都是因为我买不起。如果我可以买得起，我会包容它的一切。你说谁不想感受一下欧美大牛？谁不想感受一下丝滑的输出？能玩几十万的6缸欧美大牛？你说谁玩50块钱的？你说是不是？不说了，都是眼泪。喷宝马就是因为买不起宝马。OK， 就聊这么多吧，哪里有不对多多指点。结尾之处大家听一下6缸发动机声浪。